周一收盘，英伟达跌了将近 5%。那天大盘其实不难看，道指涨了半个点，标普基本没动。真正被拖下水的是纳斯达克，而拖它的就是英伟达自己。周末他刚宣布2笔单子，一笔跟韩国 SK 集团超过5000亿美元，一笔给 OpenAI 2500亿的融资担保，加起来7500亿。然后所有财经媒体的标题都写着同一句话：英伟达的信用违约互换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。一家账上躺着532亿现金，一年挣966亿的公司，拿了7500亿的订单，市场开始给他的债买保险。这几件事听着互相打脸，可一件都不假。那这个历史最大到底有多大呢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主要做美股和宏观的事件分析，把新闻拆成机制，把机制拆成数字，尽量不讲情绪。我只拆事件和机制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系好安全带，我们点火。先把那个吓人的东西换算成人话，信用违约互换 CDS 说白了就是给一家公司的债买的保险。你怕他还不上钱，每年交一笔保费，他真赖账了，卖你保险的人赔你。保费越贵，说明想买保险的人越多，或者卖保险的人越不敢卖。周一英伟达5年期的这个保费从大概 0.68 涨到了 0.82， 涨了 0.14个百分点，这就是那个创历史最大单日涨幅。换成钱你更有感觉，你要保1000万美元的英伟达债券5年不违约，以前1年交6万8，现在交8万2。8万2这个数单看没意义。第一，垃圾债，信用等级掉到投资级以下的那些公司，这个数一般在 3% 到 5% 之间，是英伟达现在的4到6倍。第二，他自己，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这个数是 0.38， 而同期美国国债的这个数是 0.40。 你没听错，市场当时认为借钱给英伟达比借钱给美国政府更安全。第三，最有意思，这个历史一共只有8个月，英伟达的 CDS 是2025年11月才开始活跃交易的，所以这句话完整的说，应该是在一个只有8个月记录的市场里，出现了一次 0.14个百分点的单日波动，而涨完之后的水平还在投资级里排前面。问一个问题， OpenAI 要在俄亥俄州建那个10几瓦的数据中心，为什么需要英伟达来担保？答案很直接，因为 OpenAI 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，想在债券市场借几千亿盖楼，银行团得先看你的评级，评级不够，要么不借，要么开出一个你扛不住的利率，所以得找一个信用够硬的人来签字背书。英伟达的资产负债表刚好在全世界都数得上硬，这一步是我自己推的。这笔担保能被摆上桌面，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市场自己不肯借这个钱，债券市场早就对 OpenAI 说了不。英伟达这次做的事是替他说算我的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新闻里常被漏掉，这2500亿担保的是租金和建设债务，不包括里面的芯片。芯片是另外一笔，双方还在单独谈。据报道，规模最高能到3500亿。顺带说一句，这笔担保目前还在谈判阶段，没签，所以 CDS 涨的那 0.14 是结果，真正的信息在前面一步。有人在几千亿的项目上需要别人替他签字。卖设备的公司帮客户凑钱买自己的东西，这个玩法有名字，叫厂商融资，不是英伟达发明的。历史上有2个结局，坏的那个叫朗讯科技，99年到2000年，朗讯给客户放出去15亿美元的贷款，承诺贷放的额度还有69亿。泡沫破了以后，他计提的坏账2001年22亿，2002年13亿，加起来35亿美元。光一个客户倒闭的时候就欠了他8亿多。同期的北电更狠，据报道，他给客户的融资额度到过设备价格的 130%， 等于客户白拿设备还倒找一笔钱，而且多数没有抵押。好的那个叫波音和空客，
他们给航空公司做融资担保，做了几十年，一直没出大事。区别在3个地方：有抵押物，飞机能收回来，全世界有二手市场，残值可以定价，客户有现金流。航空公司再难，每天都在卖票收钱，有上限，而且分散。担保摊在几十家航空公司身上，不会因为一家倒了就伤筋动骨。拿这3条去量英伟达这一笔：抵押物，数据中心的钢筋水泥、土地、电力接入，这些能收回来。可里面那些专用芯片，3年以后值多少钱，今天没人知道怎么定，没有二手市场，没有定价基准。客户现金流 ，OpenAI 是有真实收入的，而且涨得很快，但它还在大幅烧钱，离自己养活自己有距离。分散度，这一笔压在一个客户身上，所以朗讯和波音的区别从来不在借没借钱给客户，在于客户还不上的那一天，你手里还剩什么？我得把话说公道，朗讯当年自己就在亏钱，英伟达一年挣近1000亿，两家扛风险的能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我拿这个类比，是为了借他那3条判据，不是为了暗示结局。前面说了半天风险，现在把尺子换个方向，量一遍这家公司本身。先看账，截至4月26号那份季报，现金加短期投资532亿美元，有息债务85亿，负债权益比 4.3%。过去1年的自由现金流 966.8亿，一年挣的现金是他全部有息债务的11倍。再看这次跌了多少，从5月的高点算到现在 18%， 把这个数放进他自己的历史里。2020年3月跌了 38%， 不到2个月创新高。2021年11月到2022年10月跌了 66%， 6个月以后创新高。2025年1月 DeepSeek 出来那天，单日跌 17%， 一天蒸发5890亿美元，那是人类历史上单家公司一天蒸发的最多的一次。过去10年，它有3次跌幅超过 35%。18%这个数在英伟达自己的历史里连前3名都排不进去，但光看这个数会骗自己。前面那几次能回来，靠的不是跌多了自然会反弹，靠的是财报一次又一次超预期。这一次会不会重演，要看那台印钱的机器还灵不灵，不是看跌了几%。所以真正被打上问号的不是他的信用，也不是他的现金，是他收入的成色。当客户是拿着你担保来的钱买你的货，这笔收入算多硬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同一天，7月27号，月之暗面把 Kimi 的新模型权重开放了。这个模型7月16号首发，28000亿参数，上下文100万，多项跑分追平了 GPT 和 Claude 的主力型号，只落后2家最新的旗舰。在一个公开的模型对战榜上，前端编码这一项，它首发就是第一。价格是这样的，它的接口定价每100万 token3美元进，15美元出，大概是美国旗舰模型的一半。光看这个比例还不够直观，有人拿同一道设计题去跑， Kimi 花了3分钱， GPT 花了11分， Fable 花了3毛8。3分钱和3毛8，而且权重一开放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基本是可以预期的。社区会立刻开始蒸馏、量化、优化。Llama 走过这条路，通义走过， DeepSeek 也走过，每一轮比上一轮更快。现在把这2件事摆在一起看，同一天，一边是英伟达签字替 OpenAI 的数据中心债务背书，另一边是有人把一个同级别的模型连权重带价格一起摆到了台面上。这个连接是我自己推的，没有任何一方公开这么讲过。事实层面硬的只有一条，它们发生在同一天。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另一个，那栋楼要多久才能回本？10几瓦的数据中心，据报道建设成本超过5000亿美元，这笔钱最终要靠卖模型服务赚回来，这是整条链的最后一环，也是唯一真正产生现金的一环。回本这件事取决于2个变量，能卖多少量，能卖什么价。量的这一边大家争得少，
AI 的用量还在涨，这个没什么分歧。价的这一边就是刚才那3分钱和3毛8。如果同级别的能力，价格被开源模型压到零头，那卖模型的毛利就得重算，回本周期跟着重算，那笔担保的安全边际也跟着重算。所以这条链最后是这样的，英伟达签的那个字，表面上压的是 OpenAI 的信用，底下压的其实是另一个假设，高级模型能一直卖高价。一家卖硬件的公司，最后压住的居然是软件的定价权。这场争论8月26号盘后会有个说法，财报电话会3种情况意义完全不一样。第一种，管理层把担保的上限和条件讲清楚了，有没有金额上限，什么条件触发，有没有反担保。那这一周就是一次估值重分类，市场把英伟达从纯粹卖芯片的往带金融业务的设备商挪了一格，估值倍数下一个台阶，但生意本身没坏。第二种，讲不清楚，或者又冒出第3笔、第4笔担保，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，从这一笔划不划算，变成这是不是新的商业模式。厂商融资一旦成了常规操作，收入的成色就得整体重估。当年朗讯出事前那2年就是这个样子。第三种，需求端自己先松动。英伟达最新那款计算卡的租赁价格3周跌了 31%， 从每小时6块1毛1掉到4块2毛2，这个数就一家在说，听个量级就好。但如果财报显示出货量在涨，单价在跌，那担保这件事的性质就跟着变了，从帮客户加杠杆买紧俏货，变成帮客户加杠杆买卖不动的货。同一份财报能证明这一周是错杀，也能证明这一周是第一章，区别不在他卖了多少芯片，在他怎么解释这7500亿。接下来8月26号盘后财报，别盯每股收益，盯管理层怎么讲这笔担保，有没有上限，怎么入账，然后看看 CDS 会不会回来。那个 0.82 如果慢慢落回去，周一就是一次情绪，如果它继续往上走，说明有人还在为一个新的风险加保费，以及有没有第3笔担保。1笔是特例，3笔就是新的英伟达经营模式。回到开头那件怪事，订单创了记录，保险费也创了记录，这2件事其实不打架，他们只是在回答2个不同的问题。股市在问这家公司能赚多少钱，债市在问这家公司会不会赔钱。一家卖铲子的公司开始给淘金的人做担保，铲子卖出去就2清，担保签下去，你得陪着他，一直挖到见金子那天。这2个市场，你更信哪一个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是股市说的跌过头了，还是债市说的风险不一样了？我只拆事件和机制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